大家好，我是文文爱家，欢迎您来到我的频道。小女儿给我做了早餐，我自己做一杯手冲咖啡。大概是从去年，我爱上了这种手冲咖啡的形式。今天想和大家讲一位我在工作的时候遇到的一位从中国来加拿大学习和工作的男孩。男孩很年轻，话不多。一开始我还以为他现在还在读大学，后来才知道，原来他已经毕业工作好几年了，也住在 Toronto 的 downtown。通常来加拿大留学的中国小孩，他们有的是从初中过来的，也有的是从高中过来的。但是这位男孩呢，他说他是大学才过来，大学1年级。虽然高中的时候呢，也在国内上的是这种中英双语的这种国际学校，但是实际英文水平并没有那么的好，所以过来读大学的时候，他的英文其实是跟不上的。下面为了叙述方便，我称这位中国男孩为小 H。熟悉加拿大大学学习的朋友应该都知道，加拿大大学学习呢，其实是课业负担很重的，压力很大，写不完的作业，做不完的题。多伦多大学大家都知道，它的淘汰率特别的高。为了能顺利毕业，小 H 上大学的4年都没有回过国，没回过家，他的暑假也都是在上学。要吃我的早午餐了，因为今天早晨起得还挺早的。昨天送女儿回国了，她一直是在飞机上，夜里要到日本转机，然后再飞北京，所以想早早起来。看她夜里醒了一次，她在日本转机联络了一下，今天直接到达了，所以我早早起来，早餐也没吃，现在变成早午餐了。2%的，加一点咖啡，加一点牛奶。好，了，我要准备吃。女儿和我说，最好呢是加一点这个罗勒酱，味道会更好，所以我也准备加一点。看看，这个是今天小女儿给我做的早午餐，配上我的咖啡，既简单又美味。好，很美味，但就是热量炸弹，满满的都是 cheese。女儿有了新的recipe idea， 好像是需要叫什么鸡胸肉、玉米淀粉家里有，然后我正好也需要买点东西。4年的大学生活对于小 H 来说，不说是噩梦，也真的不是什么美好的回忆。而且他说回到家也没饭吃，一个人生活。其实也不怎么会做饭，通常他做的就是一些水煮的食物，直到现在他的食物也就是水煮之后或者简单的炒一炒，加一些盐啊、鸡粉或者是黑胡椒一类的，他觉得这样就可以了。可想而知，他得有多思念我们国内丰富的美食以及妈妈食物的味道。有不好的，也有好的。幸运的是，小 H 在出国的时候呢，全家都办理了移民，所以他当时就取得了枫叶卡。在大学学习的时候呢，没有交特别多的学费，是本地生的学费标准。另外，父母还为他贷款，在 Toronto downtown 这里呢买了一套小的 condo， 这样他在上大学的4年，包括现在工作，都可以在那里居住和生活。其实光就这2点，小 H 已经是非常幸运的了，因为对很多留学生而言，一个是居住问题，另外一个还有就是，如果你想留下来，这个身份的问题，都是让很多人头疼而为之不断努力的。我身边就认识几位年轻人，他们毕业了好多年，还在苦苦等待着枫叶卡。但对于小 H 来说，在跟他交谈的过程中呢，感受最深的一点就是他想回国工作，然后再也不用来了。小 H 目前在加拿大的工作呢，薪资水平属于一个中高的薪资水平，扣除税之后，他要供自己的 condo 的月供以及地税和一些其他的费用，剩下就是一些生活费，还有一辆车。好了，现在是来到车这边，本来就想买几样简简单单的，结果又买了好多。这个是给小女儿买的零食，玉米，
然后一个花菜、葱3个，玉米肠没买多，只买2个，看看他喜欢再说。刚才结账时候收银员说不是总有，一段时间有，一段时间没有，但是其实价格也不便宜，加上税要1块多加币1小根。这个是娃哈哈 ID 钙奶，现在有货而且打折，买了3板。豆制品是我们的最爱，用辣椒炒干豆腐，还有这个准备炒毛豆的，这个是炸豆腐。好，另外买了一份小女儿要的鸡胸肉。这个是我挑的虾，白虾，自己吃，所以他们都不吃，所以我也不需要买太多。这个是2大块叫皖鱼，叫什么？国内是叫胖头鱼吗？然后还要了一个鱼尾，鱼尾便宜5.99一磅，鱼身是6.99一磅，要了2块鱼身，1大块鱼尾也帮我切开了。没有土豆了，也最近不想去 Costco 补货，然后就在这里买了1包。然后这个是看一下，这个是小票，这个是总价79.44。现在加拿大的物价是越来越高了，因为房子贷款利率的增长，所以小 H 现在感觉压力还是挺大的。他觉得在这边生活，目前对于他来说其实没有任何的吸引力，他很向往中国国内的生活，也在说，其实如果当时不出国来上这个大学，他在国内上大学，薪水应该比现在还高，其实薪水并不低，过得比现在要舒服得多。但现在的实际情况是，家里的父母呢，并不让小 H 回国，让他继续在这边工作生活。说到这儿的时候呢，小 H 明显有一些失落，情绪有点低。他现在最希望的呢，就是父母什么时候说让他回国生活，回国工作，这是他目前最期盼的。说到这儿，突然想起一句话，就是世间事，甲之砒霜，乙之熊掌，全凭个人感觉。那么作为小 H 目前所拥有的，可能是别人为之付出100倍、1000倍努力，现在还没有得到的东西。用小 H 的话说，他相当于2个罪都受了，其中的一个是在国内初中、高中学习这种课业非常的繁忙和紧张，另外一个来到加拿大之后，大学的学业也并不轻松，和国内大学的学习相比，这边真的是水深火热。我的王守义13香加适量少许。作为小 H 的父母，他们移民之后登陆了一下，就又回到中国继续工作，现在还没有退休。那么他们也不打算今后来加拿大，因为家里还有上一辈的老人需要照顾和赡养。我想这就是人生吧，他总是有很多的无奈，也总是面临着各种各样的选择。那么各种各样的选择，也就变成了不同人不同的人生。我知道人生没有如果，没有假如，但是我想说，如果让我重新选择一次，我会选择移民吗？我会选择来加拿大生活吗？我也经常会问我自己这个问题，我很迷茫。这几年我也经常听身边的朋友或者国内的家人朋友提起，其实在中国国内现在也有很多问题，经济现在不景气，失业以及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前几天看到了一条视频，里面提到了说中国的一个26岁的大学毕业生饿死在北京的出租屋里面。当时听这位大学毕业生好像是失业，然后投简历找工作，但是一直都没有结果，一直都找不到工作。最后应该是他对生活彻底的绝望了，否则的话，我觉得再怎么样都不会饿死。真的是让人心酸又唏嘘不已，该是对生活多绝望，最后才走上了这条不归路。想想家中年迈的父母，真的是。其实小 H 对国内目前的这些现状也是有很清醒的认识的。一方面他期盼着早日回国，
回国工作，回国生活，父母呢早点把这个被流放的孩子招回家。另一方面，他也清醒地知道国内的目前的经济以及就业形势。至于回去自己的工作，他心里其实也并没有底儿。对小 H 说，如果回国，他可能连一个月薪2万元人民币的工作都找不到。准备吃饭啦！尖椒炒干豆腐，也就是豆皮。然后这是我的家常红烧皖鱼，这个是花菜，我们大人的是不中炒。小女儿吃这种番茄口味的，把它单独弄一些玉米也好了。晚上7点多，周六晚上7点多，白天下了一阵很急的雨，然后上午有点闷热，但这会儿有点起风，也很凉爽。夕阳也很好。好了，吃过晚餐，收拾了一下厨房，我准备到后院去 enjoy 一下。在观看我视频的朋友，不知道您是生活在哪里，也不知道您是否要做出一些人生的重大决定或者是改变。不管您做出如何的选择，都希望它是一个比较正确的决定，让您以后的生活能够达到一个非常理想的状态。同时也希望我们视频中的这位小 H 能够在多方考量之后做出最正确的选择，希望他以后的人生能够一切顺遂。这期视频就到这里，感谢您的观看。